恶意诉讼到底算不算犯法？从诚意被反复起诉，看懂中国的滥用诉权。这事儿搁国外早赔到对方破产了。真的，同样一种官司，一家公司揪着一个早就没关系的人，反反复复的告了一次又一次。这种情况要是发生在美国，对方律师函的第一反应不是应诉，是反手提一个恶意诉讼的反诉，连带精神损害，连带律师费一起算。可在咱们这儿呢，被告往往只能一次一次的接招，一次一次的证明我跟你没关系。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事儿，大多数人其实根本分不清什么叫正常打官司，什么叫恶意诉讼。这两个词最近又被刷上来了，起因是诚意。各位应该都刷到了吧？他被前经纪公司反复起诉，工作室出来回应，用了4个字，叫涉嫌滥用诉权。行，那今天这期咱们不聊瓜。说实话，我对那些枝枝节节的八卦没兴趣，网上还衍生出一些别的话题，但那跟今天要讲的法律问题没关系，咱们不跑偏。今天我就想干一件事，把恶意诉讼这4个字一层一层包给你看。说到底，懂了这个，你以后看任何明星官司，甚至自己万一摊上事儿，心里都有底。慢慢说哈。先说第一层，你看到的。表面上的故事很简单，天眼查上能查到，广州天基这家公司跟诚意跟他工作室有合同纠纷案件的开庭公告，原告是公司方。而诚意这边的回应是什么呢？欢瑞经纪当时说得很清楚，早在2015年9月，双方就已经终止了演艺经纪关系，而且对方还书面确认过双方并无纠纷。换句话说，工作室的意思是，你既没有合同基础，也没有法律基础来告我，你这个行为已经涉嫌滥用诉权了。你品品这个回应，他没有骂人，没有带节奏，没有发那种小作文，就是平静地用法律语言把时间线和事实摆出来。这一点我得说一句，这些年诚意工作室处理这类事路数一直很稳。年初面对私生骚扰那些极端情况，走的也是法律程序，告黑粉名誉权，走的还是法律程序。这种 style 说实话在饭圈里不算多见，很多事儿大家习惯在网上吵，他这边习惯把它放进法院。至于诚意本人呢，基本不出声，该拍戏拍戏，该出作品出作品。一个人被同一拨人反复用官司缠着，还能 hold 住情绪，专注在业务上，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这份定力不是谁都有的。好，这是第一层。但这层啊，媒体基本就报到这儿了。那么问题来了，第二层，恶意诉讼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跟工作室说的滥用诉权是一回事吗？我跟你讲，这里头有讲究。我查了一下最高检的资料，恶意诉讼这个概念其实是从英美侵权法里来的。它的核心定义是这么说的：故意以让别人受到损害为目的，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正当理由就去提起民事诉讼，并且真的让对方在诉讼里遭受了损失。翻译成人话就是，我明知道我没理，但我就是要告你，告你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恶心你，拖垮你，让你花钱花精力。那它跟滥用诉权什么关系呢？这儿我得稍微捋一捋。资料里把恶意诉讼分成2种，一种是压根没有诉权，硬告，那叫虚假诉讼；另一种呢，是手里确实有一个看起来正当的诉权，但你起诉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诉权以外的那些不正当好处，这种就叫滥用诉权。你看，所以工作室用的词是滥用诉权，而不是直接扣虚假诉讼的帽子。这个用词其实很专业，很克制，他没把话说死，是在法律框架内的精准表达。那构成恶意诉讼，法律上要看几条呢？大概5条。第一，主观上得有恶意，就是你告人不是为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是为了别的非法目的。第二，得有实际的恶意诉讼行为，比如隐瞒事实、伪造证据。第三，得有损害后果。第四，行为和损害之间得有因果关系。然后第5条，注意了，这第5条是关键，也是今天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点。
这就进到第3层了，也是我最想跟各位说的一层。为什么这种事维权这么难？第5个要件是这么写的：行为人的恶意诉讼行为必须已经被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予以认定。你听懂这意思了吗？我刚读到这儿的时候愣了好几秒。他的意思是，在法院下生效判决之前，你哪怕心里1万个确定对方是在恶意告你，你也不能先去反告他要赔偿。因为在那之前，对方那个诉讼行为的性质，法律上还是不确定的，你没有索赔的基础。说白了就是，你得先把对方那个官司一个一个接下来，赢下来，赢下来，等到法院白纸黑字认定了，你才有资格回头说他这是恶意诉讼。这就是为什么被反复起诉的一方看起来那么被动。不是他不想反击，是法律的程序设计让他必须先防守再反击。这个时间差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几年，而且还没完。最高检那份资料里自己也承认，目前我们的法律对恶意诉讼未做专门规定，惩戒力度不够，缺乏配套的民事赔偿制度。这是他的原话，不是我编的。所以你现在能理解了吧？回到诚意这个事，一家公司从2015年解约到现在，隔了这么多年还在起诉。等等，我得停一下。这个反复起诉具体多少次，网上有不同说法，有说4次的，这个属我没拿到第一手的权威统计，咱们标个待核实，别太当真。但反复起诉这个事实本身是有多次开庭公告佐证的。行，接着说。重点是，在这套法律环境下，被告这一方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他能做的就是每一次都认认真真应诉，每一次都把我们早就终止关系了对方书面确认过无纠纷这些事实重新摆一遍。这不是一人的问题，这是整个制度还在完善过程中的问题。换谁站在这个位置上，面对这套程序，结果都差不多。懂行的都知道，这种情况真不是个人能左右的。那这事儿到底意味着什么？第4层，我们往大了看，诚意这个案例其实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是一个特别现实的东西。在咱们这儿，赢得起官司和耗得起官司是两回事。你哪怕100%占理，你也得有时间、有团队、有法律资源，一次次陪着走完程序。一个普通人遇到这种事，很可能第1次就崩溃了，请律师的钱、误工的时间，那种我明明没错却要不停自证的精神消耗。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说，国外那套反诉加高额赔偿的机制，某种程度上是在保护弱势的那一方，让恶意告人的成本变高。那对诚意本人，这意味着什么？我的看法是，这恰恰反过来说明了点东西。一个人在被这种程序反复消耗的情况下，没有摆烂，没有把战场拉到网上去对骂，而是稳稳的走法律，稳稳的出作品。这种选择是需要定力和判断的。时间拉长了看，这种走正道的人，往往是最后那个清醒的，站得住的。而且说实话，他这套维权打法，对整个行业里那些年轻艺人是有示范意义的。遇到纠纷，第一反应是走法律，留证据，专业回应，而不是发疯小作文，这才是成年人，是专业的人该有的样子。哦，对了，还得补一句，这期我反复再强调一个边界，到目前为止，滥用诉权是诚意工作室的主张，是很多粉丝的质疑，但法院有没有最终生效认定为恶意诉讼，这个我们的严谨得等判决。这一点我必须说清楚，不能替法院下结论。但话说回来，恰恰是这种咱们不替法院说话的严谨，才让前面那些分析站得住，对吧？好，包到这儿，4层基本包完了。咱们今天没聊一句八卦，但我赌你现在再回头看任何一桩明星官司，眼睛都不一样了。你不会再只看谁哭谁惨，你会去看诉讼请求是什么，事实根据有没有，有没有生效判决。这就是法律素养，这玩意儿一辈子有用。所以最后我给各位留个具体的小任务，你去找一下诚意工作室当时那条回应的原文，就那条涉嫌滥用诉权的声明，
从头到尾读一遍。读的时候，你试着用今天讲的5个要件，一条一条去对，你看看它哪句话对应哪个要件。读完，回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它最精准的是哪一句？我先说我的答案，是对方书面确认双方并无纠纷那句。因为这一句直接打在了无事实根据这个要件的命门上。走正道的人看着是慢了点，但慢不代表输。今天这期就到这儿。